90岁的奶奶胃口突然越来越好了，她一个人能吃掉3大盆肉。可有人却评论道，这根本就不是你奶奶，而是一只人面熊。我奶是网上的网红奶奶，她今年已经90了。由于我奶的胃口奇好，所以被人亲切地称为吃货姥姥。今天我奶准点开始直播，她面前是满满一盆牛肉。我奶咧开嘴，笑着说道：各位小朋友们，晚上好啊！今天姥姥给你们直播吃牛肉。直播间很快就涌入了一批我奶的死忠粉，来看吃货姥姥直播了，下饭神器。我孩子之前吃啥都没胃口，看了姥姥直播后，炫了2碗饭。我笑眯眯地看着这些弹幕，可有一条弹幕却显得格格不入，还什么吃货姥姥呢？这分明就是一只黑熊。我皱了皱眉头，我奶不识字，所以也看不懂这些弹幕。她大口地吃起了牛肉，这就是一只披着人皮的黑熊，你奶早被黑熊给吃了。我有些生气，这人是有病吧？直播间我奶的粉丝也开始堆起来，你这么攻击姥姥有什么目的？姥姥这么可爱，你竟然说她是黑熊，别理她。家人们，这种人就是找喷的。那人又说话了，呵呵，我杀了一辈子黑熊，一眼就能认出来。我问你，你奶奶是不是以前也没这么能吃，突然胃口变好的？我没猜错的话，应该是1个月前突然这样的吧？我愣住了，因为我奶的确是1个月前的某一天，胃口突然变得特别好。仔细想来，好像是我奶旅游回来之后。之前奶奶和寻常的90岁老人一样，胃口一般，可旅游回来之后，她不仅胖了1圈，就连精神和胃口都好了不少。我偶然给她拍了几个视频，传到网上就火了。吃货姥姥还真的是1个月前才开始直播的，这有什么？随便去看下直播日期不就知道了吗？现在都什么年代了，还用这一套骗人呢？直播间的网友开始为我奶打抱不平，那人却不依不饶。你奶奶是不是连作息时间都变了，昼夜颠倒了，白天睡觉，晚上才起来活动？我一愣，那次旅游回来后，我奶的作息时间一整个大改变，从原来的早睡早起，变得比我还能熬夜。我问她为什么突然这样，我奶笑呵呵地说道：之前团里有好几个年轻人，跟他们在一起久了，我也想试试年轻人是怎么生活的。一开始我爸妈还担心我奶的身体，可时间久了，我奶非但没有虚弱，反而精神头越来越好，人看上去也年轻了不少。眼看直播间的弹幕越来越多，我奶眯着眼睛问我：丫头，直播间的人都在说什么啊？我连忙找了一个理由搪塞了过去。奶，他们都在夸你呢。我奶听后十分开心地笑了起来。那人又发了新的弹幕：你奶奶的嗅觉也变得非常灵敏，我说的对吧？她的确没说错，奶奶的嗅觉变得格外灵敏。有一次我半夜进她房间，想看看她被子有没有盖好，我明明已经特意放轻了脚步声，可还是被我奶发现了。她朝我笑着说道：丫头，你站在门外的时候，我就闻到你身上的味道了。这种巧合让我有些不安。那人又说：你奶奶也是从1个月前长出了新牙齿和毛发的，对吧？我看了一眼吃得正欢的我奶，她露出的牙齿十分锋利，比正常人要尖很多，完全就不像是一个90岁的老人。这人说的没错，我奶旅游回来后，牙齿和身上的毛发全长出来了。我虽然纳闷，可这对于我奶来说是个好事，也就没放在心上。可现在种种巧合都被这人一一说了出来，我心里总觉得不对劲。直播间有网友找出了我奶1个月前的视频对比，我去，虽然我觉得这个青云道长在胡说八道，可吃货姥姥1个月前的视频里的确牙齿都掉光了，还真是。这个道长说的不会是真的吧？怎么可能有老人短短1个月长出了新的牙齿啊？大家别听这个清风胡说八道，本人医学生，老人重新长出牙齿是有先例的。虽然这种情况微乎其微，但也不是没有这种可能性。可是你们没人觉得吃货姥姥的瞳孔大小都变了吗？我刚看了作者最早发的视频，那时候姥姥的瞳孔可没现在这么大呀。别说了，我真的害怕。我越看姥姥的眼睛越觉得吓人。眼看直播间的弹幕开始乱作一团，我只能提前结束直播。我奶还有些不解：丫头，我才刚开始吃啊，怎么就关掉了？还有很多胃口不好的小朋友等我下饭呢。我盯着我奶的眼睛，发现她的眼睛的确和之前有些不一样。之前奶奶的瞳孔分明是正常人大小，可现在她的瞳孔却看着又黑又大，分明就比之前大了1倍。老实说，的确十分瘆人。我奶吃完1盆肉后，还意犹未尽地舔了舔嘴唇。她咧嘴笑的时候，我看见她牙齿好像比之前更尖锐了一点，乍一看更像是某种野兽的牙齿。丫头，我还饿，再给我煮1盆肉吧。现在我奶的食量都已经超过我们全家食量的总和了。奶，你吃太多了，睡前吃这么多不太好的。一瞬间，我奶的脸色变了，她的瞳孔眯成狭小的一条线，直勾勾地瞪着我。不过很快，奶奶恢复成了平时和蔼的样子。哎呀，我知道了，丫头。我奶笑眯眯地摸了摸自己的肚子。等我奶回房间后，我收到了清风道长给我单独发来的私信。黑熊身上是有异味的，
就算她穿了人皮，还是掩盖不住身上的臭味。你奶奶是不是在1个月之前开始喷香水了？我心里一惊，这件事也被他说中了。我奶的确从旅游回来后就开始喷香水，我妈还打趣她是不是看上哪个老头子了。我后背越来越凉。她得不到满足后，迟早要对你们家里人下手。这种黑熊叫做人面熊，吃人之后会钻到人皮里，它吃了脑子之后还会有原来人的记忆。我之前遇到过人面熊，他伪装成原主人，跟他的一对妻女生活在一起长达3个月之久。最后我赶到的时候，那只人面熊已经不见了，家里只剩3张腐烂的人皮。我追了这只人面熊有1年之久，我怀疑你奶奶就是我追的那只人面熊。我最后一次见到她是姑娘山附近。看到姑娘山这3个字，我顿时瞪大了双眼，因为我奶跟团旅游的地方就是姑娘山。冷汗从我额头冒出，难道我奶真的是人面熊？你要是不相信，可以等会儿在她的房间里放一块生肉，黑熊是无法抵挡肉的诱惑的。我颤抖着回复道：道长，要是我奶真的是你说的那只人面熊的话，要怎么办？带你爸妈逃得越远越好。人面熊一旦定下了想要追杀的目标，就会一直追杀你们。如果你奶就是我一直追踪的那只人面熊，这熊已经吃了很多人了，它实力很强，我拿它也没有办法。我决定先按照这个清风所说，在我奶房间里放一块生肉试试。我强忍着困意，熬到了5点多，天都已经亮的时候，我蹑手蹑脚地来到我奶房间口。我奶应该已经睡了，我小心翼翼地推开门，我奶打着巨大的呼噜声。我把生肉放在她床边不远处的角落里，那块生肉血淋淋的，如果我奶不是黑熊，她肯定是不会吃的。正当我准备离开的时候，我瞥见我奶不知何时睁开了眼睛，她面无表情地斜着眼睛看着我，眼睛像是冒着绿光。丫头，你一大早在我的房间里做什么呢？我奶半眯着眼，直勾勾地看着我问道：奶，我过来看看你踹被子了没呢？你忘记前几个月你半夜踢被子，感冒了半个月，把我们都快担心坏了。我连忙挤出一个微笑。我奶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。放心吧，我现在早就不会踹被子了。倒是你在我房间里放了什么东西？我奶吸了吸鼻子，我没想到她的嗅觉这么灵。那肉我藏在角落里，还是被发现了。我睡不着，大黄一直吵我，我想拿肉喂它呢。来你房间的时候一不小心就掉了。我只能把生肉拿出来。当我拿出肉的那一瞬间，我看见我奶的瞳孔变得似乎更大了一点。我分明看到她吞咽了好几口口水。我的心沉了下来。这生肉闻着十分腥，普通人闻着都觉得恶心，可看我奶这样子，像是十分渴望一样。我奶眼珠子转了转，我这昨晚就没吃饱，看见你这肉又饿了。丫头，你给我煮点肉吃吧。我故意把生肉递到我奶跟前，我奶却露出抗拒的表情。这生肉臭死了，难怪我一下就闻到了。她脸上的嫌弃十分真实。好，我这就给你煮肉去。我心有余悸地来到厨房，把这事告诉了清风道长。清风道长也没睡，很快回复了我。看来这只人面熊已经吃了太多人，智商变得更高了。它甚至懂得忍耐，抵抗肉的诱惑了。它每吃掉一个人，智商和力量就能变得更高。等它吃腻这些肉的时候，就会开始对你们下手了。我着急了，道长，那怎么办啊？还有一种办法，我给你寄一袋我专门研制的对付人面熊的毒药。人面熊警惕性非常强，我之前一直没有机会靠近它，但你有下手的机会。可这种毒药是不可能一次性杀死它的，只能让它更虚弱，我就能对它动手。我愣住了，因为现在我心底只是有些怀疑而已，可让我真的给我奶下毒，我是怎么也做不到的。清风道长见我迟迟没有回复，便回道：我知道你现在还没有完全信任我，这样吧，你去看看你奶脖子后头是不是有个伤口，人面熊钻人身体里头也不会毫无痕迹，那伤口就留在后脖梗处。我刚准备回复清风道长，瞥见玻璃门内站着一道身影，我奶就站在厨房门后，她脸上没什么表情，也不知道站在那儿多久了。我一激灵，奶，你吓死我了，你怎么走路没声音的？我奶脸上挂着一种十分古怪的表情。丫头，你听过一句话吗？动物走路是没有任何声音的。一股恶寒从我脚底升起，直接窜到脑袋顶上。我奶却笑了，瞧你脸上的表情这么难看，我是跟你开玩笑的。别人都说这人越老啊，就跟猫儿一样走路没声了。我奶自顾自地说着，又吸了吸鼻子。丫头，好香啊！她盯着我，咧开嘴微笑着说道。我突然觉得奶奶笑起来有些吓人，牙齿似乎变得更加尖锐了。我甚至不知道她到底是在说肉香，还是在说我香。我听到奶奶的肚子发出咕噜噜的叫声，她看着锅里的肉，几乎双眼冒出了绿光。奶，这肉还得再煮一会儿，还没熟呢。可我奶却仿佛饿得受不了了，直接就把肉捞了出来。她
他像是完全察觉不到烫一样，把半生不熟的肉全塞在嘴里。我奶狼吞虎咽地咀嚼着，甚至连骨头都被他嚼得咯嘣作响。看见我奶这种瘆人的样子，我愈发的倾向于这是那个人面熊。他背对着，佝偻着身子，正在大口吃肉。我悄悄地靠近他，我要看看他脖子上到底有没有伤口。我奶声音突然阴沉地说：“丫头，你想干什么呢？”我连忙说道：“奶，你脖子上有个蚊子，我正准备帮你弄掉呢。”我奶缓缓地说道：“是吗？”让我想不到的是，他主动掀开了自己的头发，我看到他脖子上干干净净的，没有任何伤口。这一眼，我彻底松了口气，这说明奶奶根本就不是人面熊。丫头，你这2天怎么看着都怪怪的呢？我冲他笑了笑：“奶，这肉半生不熟的，你吃了会生病的，我再给你煮煮。”见我这么说，我奶也听话的坐到沙发那边去了。我给清风道长发去了私信：“道长，我看了我奶的后脖子，没有伤口，她不是你说的那只人面熊。”不可能，你奶绝对是人面熊，我是不会认错的。如果她脖子上没有伤口，那还有一种可能，就是她穿了2张人皮。我觉得有些无语，这清风道长说话咋越来越玄乎了？也就在这个时候，我又收到了一个新的陌生人的私信。这个陌生人网名叫职业猎熊人。你好，昨天是不是有一个叫清风道长的人私信了你？他还告诉你，你奶奶是一只人面熊，你可千万不要信这个清风道长的话，因为他根本就不是一个人，而是一只人面熊。我愣住了，这反转来得太突然。清风道长原本是我师弟，我们一直在追踪一只人面熊，这只人面熊是我们遇到最狡猾的一只，我们一路追到了姑娘山附近，可就在那，我和师弟失去了联系，他失踪了。等我再看见他的时候，发现他已经被人面熊吃了，人面熊穿上了他的人皮。你奶上个月去过姑娘山，对吧？人面熊这精怪对看上的食物非常有执念，他一定是在那个时候就盯上你奶了。不过他没找到机会下手，他是不是问你要地址了？我心底一凉，清风道长的确问我要了地址，说要给我寄他研制的能毒倒人面熊的药，但我没给他。一旦人面熊知道了你奶在哪里，他就会过来吃掉你们一家。我没有办法对付这只人面熊，所以你千万不能告诉他地址。我感到毛骨悚然，难怪清风道长能知道这么多细节，原来他就是那只人面熊。你们一家已经被人面熊给盯上了，千万要小心。那我该怎么办啊？人面熊这种东西有一个弱点，他们是靠嗅觉来辨别人的，但视力非常的一般。我杀不了人面熊，但我有法子可以让他暂时找不到你们。你去找一只刚出生绝夭折的黑狗，记住必须全身是黑色的，一根白毛都不能有，用黑狗血涂在身上，就能暂时掩盖你身上的气味。也不知道是不是老天在帮我，刚巧我邻居家的黑狗生的小狗仔死了，这夭折的黑狗有了，邻居也不知道我拿狗有什么用。我只说了最近对标本研究有点兴趣，不过邻居看着我欲言又止。徐姐，你是不是有什么想要跟我说的？徐姐看了看我，又往我身后看了看。小苏，你家没出什么事吧？可能也是我眼花了。前段时间半夜我刚好睡不着，起来喝水，我就看见你家2楼的窗户大开着。那天是雷雨天，我还以为是你们忘记关窗了，正想着要不要去提醒你们呢，我就看见一个黑影从窗户里爬了出来，黑乎乎的很大一团，我当时吓坏了，因为那玩意看着实在是像。徐姐的脸上露出一丝恐惧的表情。黑熊看起来就像是一只熊，可是却长着人的脑袋。我整个身子都僵硬住了。徐姐，你确定你看到的是一只黑熊？有可能眼花了，因为那熊长着人脑袋。徐姐的表情也变得不确定起来。那你看清那张人脸了吗？我紧张地屏住呼吸。那东西很快就消失不见了，我没看见过他的正脸。回到家里后，我魂不守舍，惴惴不安。如果那只人面熊早就已经找到我家了，为什么不对我们动手呢？难道有其他恐怖的原因？一期间，我在网上刷到一个帖子：惨案，美孚公寓遭遇黑熊入侵，无一生还。我瞪大眼睛，因为我所在的公寓就叫美孚公寓。下一秒，门上传来了指甲摩擦门的声音，我吓得一激灵。现在刚好是5月2号，我爸妈带着我妹出去旅游了。由于我还有个课题要完成，便留在了家里。刚刚那声音像极了有东西用长长的指甲在门上摩擦发出的声音。我恐惧地走到门边，探头往猫眼看去，走廊黑漆漆的，什么也看不见。不过那声音也没再响起来了，我松了口气，心想刚刚或许是听错了吧，肯定是受到那帖子的影响。那帖子是我无意中刷到的。最搞笑的是，帖子的发布时间是5月5号，也就是3天之后，很显然是个恶作剧帖子。不过那帖子说的内容实在有些吓人。帖子里说，在5月2号这天，有一只逃跑的黑熊进入了美孚公寓，这只黑熊非常的邪门，智商更是高的诡异。据说在这之前，这只黑熊是一只实验室黑熊，黑熊吃完人之后就消失了，到现在也没有抓到。有民间组织分析，这只黑熊是一只已经修成精的黑熊，它能在吃了人之后钻进人皮里，伪装成吃掉的人的样子。这种黑熊成精的故事，其实我已经听过不少了，但最让我觉得这个帖子可怕的是，发帖人却把美孚公寓的大门照片发上去了。这不就是我家楼下的公寓大门吗？真是晦气，
这人神经吧，编这种玩笑。我忍不住骂道。正当我准备把这个帖子随手举报了之后，突然我看到下面多了很多跟帖。我有个表哥就是负责这个案子的，我听他说现场惨不忍睹，那只黑熊不仅杀人，还喜欢虐杀。现场找出的好几具尸体都是手脚分离的，是被那黑熊活生生给撕扯下来的。卧槽，这太恐怖了吧！最恐怖的是这只黑熊还没有被抓到，我吓得晚上都不敢关灯睡觉了。这次受害人里头就有一个我同校的学姐，可惜了，虽然我跟她不熟，但也是同一个社团的。我听到她被黑熊吃掉的时候哭了一天。楼上说的是清北大学的叶苏苏吧？我看了她生前的照片，可惜了，那么漂亮。冷不丁看到我的名字的时候，我愣住了，不会是同名吧？可我读的学校就是清北大学呀，而且这些跟帖是怎么回事？大夏天的我打了一个寒战，怎么这些人说的好像真有这回事发生了呢？也就在这个时候，整个屋子的灯无声无息地熄灭了，房子瞬间笼罩在了黑暗之中，我吓得差点尖叫出声。怎么回事？是停电了吗？我连忙去看公寓业主群，物业刚好在里头发了消息，请各位业主不要恐慌，我们公寓楼总电路出现故障，大概会停电2小时，已经有维修人员过来抢修了。现在是晚上快10点了，大半夜的突然停电了，又加上我在看这种帖子，确实是吓到我了。不过我很快冷静了下来，这个帖子的热度越来越高，跟帖的人也暴涨。今天也不是愚人节呀，我盯着那个叫做草莓甜心的 ID 名，就是那个说我是他社团学姐的，心想这该不会就是我微信里的那个社团学妹吧？她的微信名叫做草莓超甜。为了求证，我给那学妹发了微信，过了老半天，学妹才回复了我：学姐，我刚和室友在外头聚餐呢，你说什么吃人熊帖子，我没法回复啊。你看我和他们现在都在 KTV 呢。学妹的语气听起来很茫然，她很快发来一个视频，视频里几个女孩在 KTV 唱的忘情，我松了口气，果然这神经帖子就是一个离谱的恶作剧吧。不过学姐，我在某书的 ID 名的确叫做草莓甜心，你怎么知道的呀？难不成你刷到我发的内容了吗？一瞬间我愣住了，我想要把这个回复截图发给学妹，可我却截图不了，一旦我试图截图就会死机，甚至我在这个帖子下面也发不了任何回复。但我退出去看其他帖子，都是能正常截图和回复的。我皱起眉头，感觉到了一种不安感。随着帖子的热度越来越高，有人说想看下叶苏苏的照片，有网友很快把照片发了出来。当我看清照片的一瞬间，血液仿佛都凉了几分，因为照片里这人的确是我。可惜了，叶苏苏本来很快就保送读博了，他爸妈回来后看见他的尸体，一夜白头。据说叶苏苏的脸皮都被那黑熊扒了下来。叶苏苏好像还有个妹妹，他妹现在据说患上了抑郁症，自杀了好几次了。该死的黑熊，我要是见到那熊，非得把他熊胆都掏出来。楼上的，你还是自求多福，求那黑熊不要吃你吧。我呼吸愈发的急促，心脏狂跳，后背阵阵发冷。如果这是真实的，那么只有一种可能，这个帖子来自于3天后的未来。就在今晚，会有一只实验室逃出来的黑熊闯入公寓，然后将我们所有人都杀光。我一下就想到了我刚刚听到指甲摩擦门的声音，那有可能并不是我听错了，而是那只黑熊已经进来了。我额头一下全是冷汗，可我不知道要怎么提醒正住在公寓里的其他人。要说有熊进来了，不仅没人相信，肯定还会把我当成神经病。我也不能报警，因为这件事还没发生。要是贸然报警，连警察都会觉得我疯了。正当我不知如何是好的时候，一个十分细微的声音吸引了我的注意，像是有什么东西正在用指甲敲击着门，一下又一下，十分有规律。我突然想起刚刚我在猫眼外什么也没看到，可走廊是黑的，那黑熊也是黑的。如果那黑熊就藏在门外，我也是看不清楚的。一想到那黑熊可能已经来到我门口，我后背汗毛耸立。走廊是声控灯，而且这灯是应急用的，不会因为停电而失去作用，只要有人走过都会亮起来。可现在门缝里没有任何光亮透进来，如果门口真是那黑熊，难道他会隐藏自己的脚步声？我紧张地拿起厨房里的水果刀，小心翼翼地靠近门。屋外一片寂静，一点声音也没有。但这正是我觉得奇怪的地方。我家住在504，这层楼一共有4间房，住了3户人家。502住的是一个2次元宅男高中生，好像叫小伟。小伟平时住校，只在放假的时候回来住，可每次一放假，他准通宵打游戏，声音还开得老大。可今天502安静的出奇，连一点动静都没有。501住的是一个年轻的单身妈妈，她那孩子也就几个月大，正处于时不时就哭闹的阶段。可今晚我愣是没听见一点孩子的哭声，安静的实在有些过于奇怪了。我探头去看猫眼，可外头还是黑的，什么也看不清。也就在这个时候，突然感应灯亮了，有脚步声响起，我听到脚步声停在了502的门口，砰砰，有人敲了502的门。这时我看到业主群里发了新消息，我们维修人员需要挨户检查各位业主家的电力设备，会有进门检查的可能，辛苦各位业主配合一下。原来是维修人员。敲门声持续了很久，我才听到502开了门。几秒后，关门声响起，看来是维修人员进去了。
可我等了半个多小时都没听到开门声再响起，检查电力要这么久，我有些困惑和不安。我给物业发去了微信，问他上门检查得多久。物业秒回一般10来分钟，不过也说不准，要是遇到问题可能会久一点。不过我们的维修人员还没到，他说堵路上了。什么？维修人员还没到的话，那刚刚进502的是谁？我有502的小伟的微信，我连忙给小伟发了消息。小伟过了一会儿才回复了我，姐，我家水管破了，大晚上找人修呢。我给他打着手电筒修了半个多小时了，也没弄好，真折腾。我松了口气，想自己真的太疑神疑鬼了，但很快我又觉得不对劲。小伟之前在群里说话的时候特别喜欢颜文字，每句话都得带个颜文字，可他刚刚给我发的这句话没带半点颜文字。不过姐，你原来在家呀？我还以为你跟你爸妈出去了呢。小伟突然来了一句莫名其妙的话，我心里咯噔一声，总觉得有些不安。也就在这时，业主群里有人说话了：502，你家水管破裂了，怎么还没修好啊？弄得现在我家卫生间里都是水，把家具弄坏了你赔。我打你电话也不接，受不了，我要上去看看。我记得402住着的是一家3口，现在在群里说话的是402的男主人，男人5大3粗的，看起来就不太好惹。我连忙在物业群里发了消息，艾特所有人，今晚感觉不太太平，大家尽量不要出门。不过没人理我。也是，我突然发这么一条奇怪的消息，要我看见了也只会当作没看见。很快我听到了402上来的声音，他怒气冲冲地猛拍502的门。过了一会儿，502开门了。502，你人呢？我听到402站在门口大喊的声音，很显然小伟并没有出来。我小心翼翼地推开门，只留了一点缝隙往外看去。男人站在门口，似乎在犹豫该不该进去，因为402家里太黑了，连一点光都没有透出来。可刚刚小伟不还说是集水管工打着手电修水管，那怎么可能里头一片漆黑呢？我紧张的心突突跳。502的门只开了一点，虚掩着一条2指宽的缝隙。赶紧出来啊！我知道你在家，不出来我就进去了。男人骂骂咧咧，可502里头一点声音都没有发出，死一般的寂静，静得我只听到自己的心跳声和402急促的呼吸声。你这个缩头乌龟，那老子进去了，你可别说老子私闯民宅。男人气不过伸手一推，但他只推了一半，就像是被什么东西给挡住了，就好像有什么东西正站在门后抵着门一样。我被自己脑补的这个画面吓得浑身发毛。402也感觉不对，使劲推了推门。谁站在门后也不说话，故意吓唬老子？但402的声音也带上一点颤音。男人掏出了手机，打开手机手电筒往里头照去。下一刻，我和男人同时倒吸一口凉气。在手电光源的映照下，门后投出一个非常庞大的影子，那影子非常的大，看起来根本就不是人类的影子，更像是一只体型非常大的黑熊。男人也被吓得倒退一步。这什么东西啊？我焦急地把门推开大一点，压低声音朝他喊道：赶紧过来，那后头是一只黑熊。男人听到我的声音，难以置信地看着我。下一秒，一只巨大的熊爪飞快地从门后伸出，男人根本来不及躲，就被猛地拉进门内。我惊恐地捂住嘴，我只听到男人发出一声短促的惨叫，但很快就没声音了。我赶紧关上门，很快我听到了令人毛骨悚然的咀嚼声，男人肯定是被黑熊吃了。最开始进入小伟家的维修工应该就是那只黑熊，他吃掉了小伟，然后又用小伟手机来回复我的信息。现在我完全暴露了我一个人在家的事实，可我如果坚持不开门的话，黑熊又怎么进来？我颤抖着点开手机里的帖子，想要寻找一些有用的线索。突然我看到了有网友问出了和我一样的疑惑，如果不开门的话，那黑熊不就进不来了吗？公寓那么多人，怎么可能都会被杀死？底下很快有人评论，你是不知道，听说那黑熊邪得厉害。我听附近的居民说那黑熊能从窗户里爬进来。不是吧，美孚公寓一共有8层啊，它这么高怎么爬进来？这是熊又不是蜘蛛侠，所以说那黑熊邪啊。而且之所以住户没听到什么声音，据说是因为那黑熊最先就拔掉受害人的舌头。别说了，我要睡不着觉了。我后背渗出黏腻的冷汗，难怪我刚刚只听到男人发出一声短促的惨叫，原来他的舌头被拔掉了。我立刻冲到家里的窗前，将所有窗户和阳台的门都锁好。这时房门被敲响，我看见402的男人站在我门口，他表情怪异，嘴角用力往上翘着，像是野兽在努力模仿人做表情。他一定是那只黑熊穿上了402的人皮。我屏住呼吸，不敢发出一点声音。突然门把手嘎吱转动了起来，紧接着门被撞得砰砰作响。他想用蛮力将门撞开，这怎么可能？这门可是结实的防盗门啊！但很快我就惊恐地瞪大眼睛，因为这结实的防盗门竟被黑熊撞得摇摇欲坠。我赶紧搬来了椅子抵住了门。正当我绝望的时刻，走廊尽头传来了开门声，是501开门了。半夜吵什么呢？我家孩子都被你吵醒了。他冲着男人质问道。我用尽全力朝着门外大喊：别出来，马上关门！402男人的脑袋以极快的速度扭了过去。几乎同时，我听到门重重关上的声音，门外的脚步声朝着501走去。501给我发来了微信，门外呢是楼下的402吗？
怎么瞧着不太对呀？还有你让我关门，是他有危险吗？不知道怎么跟你解释，反正那不是402，也不是人。你锁好窗户，别让他从窗户爬进来。不管谁喊你都不要开门，现在待在家里才是最安全的。男人正在敲501的门。501妹子，能借我一点感冒药吗？我儿子发烧了，刚刚敲了半天504的门，他没开，我就着急了点，吓到你了吧？不好意思。我心里祈祷501可千万别信402的话。还好501也察觉到402不对，不出声也没开门。402见501也不开门，脸色瞬间变得十分阴沉。他正准备撞门的时候，拐角处突然传来一个女人的声音：老公，你怎么去这么久啊？502的水管还没修好啊，一直在漏水，而且漏的水全是红色的，看着怪恶心的。不好，402的老婆找来了。一瞬间，我不知该如何是好。如果开门，402极有可能闯进来；可如果不开门，402的女人就没有任何逃跑的机会了。老公，你怎么站在那儿不动啊？你不是去502吗？女人疑惑地朝着男人走去，不过她很快意识到了不对。血，怎么这么多血？这个时候402男主以极快的速度朝着女人咬去，女人甚至还没来得及反应过来，就被她的老公一下咬住了腿。我看见黑熊从男人的身体里钻了出来，女人此刻应该恐惧到了极点，因为她根本想不到藏在自己老公身体里的是一只大黑熊。走廊里只有女人抽搐般的啜泣声，可过了一会儿，就连声音都没有了。黑熊吃完人，又钻进了402的身体里，可我没想到，它不再朝着我这里走来，而是突然不见了。正当我忐忑不安的时候，突然我听到身后传来响声，我扭过头，差点吓得魂飞魄散。402的男人就趴在窗户上，脸死死地贴在上面，正目不转睛地看着我。他用手掌拍打着窗户的玻璃：你要是敢进来，我就跟你拼了！我朝着黑熊大吼道。此刻我都做好了死的准备。男人对我诡异一笑，他停止了拍打玻璃的举动，快速地爬了下去，消失在我的视野里。我愣住了，难道这黑熊放弃了？可不应该啊，一定有什么其他的原因。为了寻找线索，我又点进了帖子，我快速浏览着，希望能多找到一点有用的细节。有一个评论吸引了我的注意力，我有一个疑问，为什么叶苏苏和501是黑熊最后吃掉的呀？他先吃掉了504，然后把这两人留到了最后，我有点不理解。楼上的，这么跟你说吧，我老家都说黑熊血，是因为黑熊这玩意儿喜欢将最嫩的食物留到最后。你想想，叶苏苏长得那么漂亮，501还有一个婴儿，那婴儿被发现的时候，脑袋都被开瓢了。看到这个回复的瞬间，我汗毛耸立，